这看起来像一个男人成不成功和爱情能不能成功划等号的命题，老师们会如何解呢？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小朱29岁，来自山西吴越；女嘉宾小薇22岁，来自河北，是一名学生。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你比他大7岁是吧？对。怎么认识的呀？就是在一次活动当中，我是组织者嘛啊，完了我就认识她了啊，我感觉这个女孩挺不错的，就去追她嘛啊，然后就在一起了。对。谈了多久恋爱了？有1年多一点了。女生现在大学毕业了吗？啊，还没有毕业。大几啊？马上开学上大4。哦，上大4了。对。哦，这个小片里面说到了，你一定会闯出一点什么的，好像对你们这个爱情好像跟这个成功在博弈是吗？怎么了？他老是怀疑我的能力。哦，怀疑你的能力。主持人，我没有怀疑他的能力。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嘛，就兼职认识嘛，感觉这小男孩就挺有理想。小男孩，啊，行。就感觉他挺有理想，什么挺有抱负。但是现在呢，都感觉他现在可不靠谱了，做什么事都没有诚心，说的比唱的都好听。所以说，我现在真的没法再相信他了。1年的时间。曾经阳光向上的小男孩，怎么就变成了一个一无是处的小男人呢？这1年发生了什么？就我们刚在一起不久嘛，然后他研究了个专利，我就感觉他好厉害。然后他专利哈，对他研究的那个专利正好是跟首饰有关，然后那专利下来了，然后都申请专利号了。对，都已经下来了，然后挺厉害的。然后他就专利下来之后嘛，他就放置不管了。什么专利？就是一个方法，能让那个首饰能旋转2回，就是让它变形。什么东西？就一个首饰，一个吊坠，就是可以旋转一个首饰旋转2次，旋转2次。对，它可以变形状。吊坠对，转一下，再转一下，就变了。对，做呀。我也想联系那些首饰店的那些经理什么的，但是始终联系不上。公众号跟小程序，他明明不是学那个专业的，他就非得弄，什么都不了解，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就非得弄。我就看上那个微信的公众号还有那个小程序了但是我发现那个蛮火的。后来我不是找了几个朋友想从事这个，
结果我发现这个还蛮难的，当然了，后来我们就放弃了。这么问你吧，兄弟，4年你挣了多少钱？没怎么赚钱啊？就你没好好工作过是吧？你这4年靠谁活？家里吧。你知道他这个都没有生活来源吗？这个我清楚一点，但是就跟他在一起嘛，就是那时候他真的是就是蛮厉害，但是所以说我没想到他会变成这样。就他就是做那个兼职那活动，他是那个活动的领导者，然后看是办事能力什么的，就感觉可厉害了，就领导一些人。最后也是因为给公司提一些意见吧，然后公司没有取纳，所以才不干的，又想着干别的。我在那地方给那个领导提意见嘛。你给领导提什么意见呢？我是站在那个消费者角度去给公司提意见嘛，那公司没有采纳嘛。我就感觉公司的领导人就鼠目寸光，井底之蛙。我感觉我在那里面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主持人，你看见了，他就是这种态度。你就有一份工作，你就好好干就行了呗，你就慢慢的，你就非得就你给什么领导提什么意见呀？只是没采纳你的意见，你就走了。对，但是我从那个时候我就想了嘛，我就不想给别人打工了，我就想自己赚钱。所以你去学了一个那叫打火烧。打火烧，你看还行啊，这个孩子也挺踏实，好歹学了嘛。是，他是学了，他就是行动呀。就这个学出来快半年时间了，他就从来不会着手去干，他只是说每天都会说啊，我可以赚好多钱，我可以给你很好的生活。但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看到。他对你好吗？他对我挺好的，是挺照顾我的，关心照顾啊。但是我现在马上要毕业了嘛，我就挺想找一个稳定点的人，而不是像他这种就是天天的换工作，没有个稳定的收入。你希望他踏实下来。对。你能不能再相信我一次啊？给我2年的时间，我给你一个奇迹。让我怎么相信你？现在我就没有办法相信你了，你总这么做。我回去的话，我就要从事我的行业，我喜欢这个行业，就打火烧。对，其实挺好的。因为我师傅就靠这个发家的，人家就靠这个打火烧就赚了上百万了。就他这种态度，我真是接受不了。天天的想挣好多钱，天天的白日做梦。对。虽然你对我好，但是你老做白日梦，我也没安全感。是这。成功者的道路是孤独的，要想走向成功的时候，当时可能需要很多的因素吧，比如说钱方面，家里人的支持，有没有人帮助你，开店的话，当然也会遇到一些问题嘛，我会考虑很多嘛，所以暂时也没有去行动的，我是先思考呢。你师傅打那个火烧的时候，你没问问师傅？你说师傅，当时你是怎么就找了一块风水宝地，人来人往？当初是谁给你的钱？你买的面粉和炉具？你问过你师傅吗？问过。你师傅怎么打你的？那个时候，他也遇到过，但是人家熬过来了。对，那你就熬呗。对啊，我就坚信我就一定能成功。你就在这吹吧，你就成功，你成功，你现在去找店面啊，你连个店面你都不来找的。我回去就要找呀，你能不能原谅我呀？你让他原谅你什么？我以后听你的话，好好踏踏实实的去工作，行不行？不搞那个打炊饼店了？搞呀，我一定要搞。好，成功者是孤独的。来，台下坐的3位孤独的人，你们给他分析分析，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特别想跟男孩说2句哈，比我小，我叫弟弟好了哈。我觉得一个人
好不好，妹妹？不要着急，共同去想解决办法，好吗？吗？所以把你所有的成功概念具象化，画到你眼前，画到你身边。这些人当名利失去了之后，他就会觉得自己的成功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他内心没有真正想干的一件事情。